Hello， 大家好，我是 AD， 欢迎收看 AD 爱理财。影片开始之前，请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分享。看完影片之后，请在底下留言。刚刚过去的星期四是感恩节 ，Thanksgiving Day， 这是美国人自己创造的节日，定在每一年11月的第4个星期四。今年的感恩节就落在11月25号，而每一年接在感恩节后面的星期五，就是美国人的购物节日，称为黑色星期五 （Black Friday）。从网络电商到实体大卖场，所有美国的商家都会在黑色星期五这一天推出了最优惠的商品来吸引客户。所以在美国从11月底开始到12月的圣诞节，基本上就是一年一度最热闹的购物季节。可是2021年的购物季节将会是最黑暗的一个购物季节。怎么说呢？我举2个因素让大家感受一下。第一，2021年的感恩节是美国史上最贵的一个感恩节，因为美国目前正在面对着让人苦不堪言的通货膨胀。上个月，也就是10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冲上了 6.28%， 创下了30年以来的新高。一顿感恩节的火鸡大餐的平均成本，比起去年整整贵了14%。其实不只有感恩节的火鸡大餐，早在今年的4月，美国从民生用品到汽油电费，几乎所有的物价都在急剧的攀升，然后通货膨胀就在美国快速的蔓延开来。第二，今年的黑色星期五购物节竟然出现了商品短缺的现象，电商的网页出现 sold out， 也就是售罄的字眼高达20亿次。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世界各地的供应链都陆续出现了问题，美国各地的港口也因为人员的短缺而引发了塞港的危机。大大小小的货物不是被卡在港口的仓库里面，就是漂浮在港外的海面上，人出不去，货进不来，今年肯定发不了大财。其实面对通膨压力的不只有美国，经济活动的流转牢牢地牵制着地球上每一个开着大门做生意的国家，所以就造成了春城无处不飞花，世界无处不通膨的经济压力了。我国在这几天也陆续传出了好几则通货膨胀的新闻，鱼类、肉类起价，蔬菜水果起价，罐头食品起价，就连国民面包 Gardenia 也要调涨价格，老百姓的荷包再一次被托哥罗里碾压。大马统计局在11月26号发表的文告中指出，大马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继续走高，10月份上涨了 2.98%， 这也是连续第9个月呈现增幅。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切生活用品的涨潮就好像为通货膨胀铺了一条红地毯，恭候通货膨胀的光临。我觉得这一波的高速通货膨胀只是刚刚开始，短期之内还看不到尽头，一连串的骨牌效应还在后头。究竟通货膨胀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我在几个月以前曾经做过一个关于通货膨胀的影片，里面有通货膨胀的计算方法，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通货膨胀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以及如何对抗通货膨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按上右上角的连接进去看一看。面对这一次来得又快又急的高速通货膨胀，我尝试列出了几个应对的策略，希望跟大家一起熬过这一关。第一，纪律，有纪律而且合理的配置目前的收入，用老的方法总是最有效，将自己的收入用6个罐子的理财法，按照百分比分成生活、储蓄、投资、增值、玩乐和赠与。越是困难的环境，越要保持稳定，才不会因为一时的松懈而陷入债务的泥淖。第二，开源，与其不停地埋怨万物皆飞涨，薪水独憔悴，还不如看看身边有什么可以增加收入的管道，或许是做一个小电商，做直销、送餐员、送货员，每一个都可以为我们带来额外的收入。如果你真的想不到要兼职做什么，来找我，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第三，节流，减少生活中不必要的开销，买你需要的东西，而不是买你想要的东西。什么双11、双12的活动，其实每个月都有，不怕买不到。
若不是迫切需要的，实在不必盲目的跟着电商的销售手段起舞，除非你手上的闲钱真的太多。第四，精算，请停止把钱继续放在低的不能再低的定期存款。比较一下我国 CBI 的指数，你就会了解，目前就算国家银行宣布把利息加到3%，也无法为我们的钱财保值。唯一的解套方法就是找到更高、更合理的投资回酬，这一点我也可以给你建议。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看我影片的你们，希望大家都时刻保持正向，面对高速的通膨，临危不乱。我们下次见，拜拜。